昨夜子正都是被掐死的。两个人互相掐死，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。俗世3000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人和事，懂得量力而为，才能活得长久。整理一下，稍后派回义庄。若说两兄弟内讧，我信；但若真是起了争执争吵，怎么可能完全不发出半点声音？能避开衙役的耳目杀人，定然是个高手。加上文书楼大火，有人不想我们继续再查这个案子。大人，有人送来了这个请帖。燕2日4正，百花开艳，群鸟争芳，玉颜玲珑相对，隔离忽近于悲。城外罗敷庄，蓬门且扫叛军来临。赵承熙，当年史前要假人头的赵承熙，赵大官人，才是你要找的人。你终于要露面了。大人，帖子都发出去了。是，都发出去了。哼，外人皆知我夫人偶发风症，借我夫人的手处理掉他们，最是隐蔽。同我们作对，胆子也未免太大了些。本官携家眷前来赴赵员外邀约。陆大人，快快请进。陆大人拨冗前来，蓬荜生辉呀！口唇内侧紫斑，此人好似身中剧毒。赵员外，这位是州府衙门的翟大人。认得的，追思大人，花昌县的前任县令。赵员外面子挺大呀。没事。翟路，画眉鸟案就是在他任上草草结案的，是个糊涂鬼，迟早要找他算账。这不是在吞海楼上题诗诋毁宰相的小陆大人吗？我劝你一句啊，这里不是京师，陆大人那些出格的坏毛病，可千万别在这里发作。要是落在翟某手上，可不一定有什么好的收梢。难道我买的消息有误？你在吞海楼上到底写了什么？一会儿跟你说。这位是尊夫人。正是。果然钟灵毓秀啊！那次在内廷招待家眷，不如让侍女引你前去。好。姑娘请。小心行事。陆大人，请。请姑娘在此稍后。墨菲白，若真是当初那只墨菲白，如今因已13、14岁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
终于来了，你真该死！赵夫人，姑娘，夫人，放开我家姑娘！你给我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赵夫人，这便是罗浮山庄的待客之道。你给我滚！滚！夫人，我闻听夫人与李姑娘貌似言语间起了些龃龉。龃龉？你家丫鬟可都瞧得真切，尊夫人分明是要害人性命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夫人近日病重，神志不清，冲撞了贵客。我先带夫人回房休息，晚宴定当赔罪。怎么样，疼吗？我刚看见莫非白了。如今形势有些复杂。赵承熙，江户府人士，画眉案案发时，他在北方做贩身的生意，没想到他就是买通皇室兄弟做假人头的人。莫非白是本该出现在死者身边的正午，如今出现在赵府，恰巧证明了赵承熙与凶案密切相关。赵承熙的夫人也不知道着了什么魔，总是针对你。山庄里的丫鬟说他们夫人是发了疯症，还有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，非要给我添堵的翟禄。我认为，瞻前顾后反而受人掣肘，出其不意反倒可能破局。你想怎么破局？把画眉鸟偷出来。什么时候？天黑之后，开宴之前。戌时2刻开宴，我们约莫还有2个钟的时间。野心和会议学过我的腹语之术，就留在屋中，以防外面的人起疑。渊源，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你在此处陪着我，便没有不舒服了。白天是不是吓坏了？再喝些茶压压惊。那边有动静，我去看看。好。立即印章，竟然在这里！终于醒了！今日我就要杀了你，用你的血来祭奠地下等着索命的冤魂！一人先去黄泉路，伤这人间毒饮杯。你若死了，你那位陆县令该有多心痛啊！我不是我兄长的影子，也不是陆大人的软肋。
我不为谁，我首先为我自己，为我这13年走过的血路，为我这13年受过的苦难。难道你不是吗，沈夫人？我在小楼里翻到过一本《春石记》，角落有一个锦字，像是落款。当年轰动一时的画眉鸟案死者沈秀，其妻姓商，闺名便是一个锦字，好巧，是不是？这真是当初的那只画眉啊，只不过是鸟市上找来的相似的罢了。如今既然有人对这只画眉鸟感兴趣，必然与当年的旧案脱不了关系。你夫人下得去手吗？要是出了差错，你当知道会有什么后果。是。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是你的夫君赵承熙引你来杀他的。若是你夫君骗你，可怎么办？我夫君怎么可能骗我？当初是我染疫，卧床不起，都是他衣不解带，日日夜夜的照顾我，他怎么可能骗我？李姬杀了我心爱之人，这是事实，他绝不会骗我。李家死有余辜，他哥哥杀了我的夫君，我的2个孩儿亡于大疫，我真是与灭门有何异？你当着我的面说，你恨他，恨他是个杀人犯的妹妹，你要抛弃他，他会孤独悲惨死去。我说不说这样的话，你都没打算让我活着离开。既然都是要死，我偏不说。张琴，我要被小人蒙蔽利用。有意思。口头上说几句软话多容易啊，但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呢？你为什么就是不肯？因为他根本不是你所想的那样。他即使蒙冤受屈，仍拼上性命争一个真相。纵便其身，也如飘絮浮萍，家破人亡，无所依仗，却仍愿收养旁人的孩儿。他是你这种不分青红皂白、心思报复的人永远不可能理解的。他死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谁生谁死，还轮不到你来做决定。就一起死吧！没动静了。是你杀死沈修，嫁祸他人，后又夺人妻子，如今再唆使商姐杀我，好将这段往事完全掩埋。你有证据吗？你为了引我们上钩，叫商姐将此物放在墨非白龙的侧旁，再涂上使人麻痹的涂印。当初那人头上作假的印记，便是李杰的印章所致。你们少装神弄鬼！沈
秀不过是个替我养鸟的奴才，也敢跟我抢师上人，我杀了他又怎样？既然来了，就别想活着出去。你也是。你终于承认了，夫人。13年前，就是你杀的他。夫人，这么多年来我对你。 你亲我爱我，但凡我的要求你无不满足。可只是因为这样，你就觉得我一定会信你所说的话，替你去杀人？你不会觉得自己太过于天真了吗？帖子都发出去了。这些年，我一直装疯扮傻，就等你何时才会露出马脚？最是隐蔽，配合我演戏。 我认为，瞻前顾后反而受人掣肘，出其不意反倒可能破局。你想怎么破局？上去，我要被小人蒙蔽利用。当然，可将有儿配合我。他死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你大约也不知道自己早已被你所爱之人投毒多年。 体内毒素累积，命不长久了吧？此香名为相思苦，能叫人陷入幻想，见到此生最快乐的场景，心驰神往，不会再有动手之理。赵承熙，你认罪了，罪了。 你原谅我了，对吗？你以为我忘了？我只是在等着你死。政和8年6月初1，晴有风来，恩仇俱泯。 有花摧折。你不能死，你要活着把这一切真相都说出来。 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一个杀人凶手当年没有审明，难道觉得10几年后就可以吗？我只信我自己，只有手刃了他，我才可以放心的去死。死了吗？你死了吗？我第一次看到野心和回忆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那是我的孩子。母亲的直觉真可怕，是不是？谢谢你替我照顾着他们。你把他们照顾得很好，他们看人的眼神仍旧澄澈天真。我的事情不多，还有件事。 我飞牌就是当年阿雄豢养的那一只，希望过后他自己又飞了回来。我骗赵晨曦是从鸟市上买来的。这个，你拿着我的帕子，只要你拿着帕子，他就会跟你走。在这世间做人死一生呐，如今要去寻那条捷径管道，望你能再往下走一走。 先出去再说，走。
玉石于水，这人身处高位，却必将拉你沉于泥淖，你难道不怕吗？如果报仇的代价只是一条性命，那我已经占足了便宜，又何来惧怕二字？与潘氏而我，十郎乃我命中避不过的劫数。昨日你绑了我，害我错过时辰，差点死在脚腕。你绑我出城，我利用你上山，两相扯平。等下山之后，我二人最好是泾渭分明，从此互不相干。十郎乃我命中避不过的劫数。昨日你绑了我，害我错过时辰，差点死在脚腕。等下山之后，我二人最好是泾渭分明，从此互不相干。我早就说过，你会害死我的。幸好这姑娘机敏，拿手抓剑卸去了大半的力道，死不了的。你猜是谁要杀你？翟路，这赵承熙不是祸首，他背后还有人。这案子只怕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的复杂。他快醒了，你也过来喝杯水吧。跑那么快做甚？姑娘，你可算醒了。罗浮山庄呢？旧的碗都烧完了，人和东西都没有剩下什么。罗延冲呢？他连皮都没破一块，倒是姑娘为了救他而受了伤，他自己反倒溜达出去了，也不受来看一眼，为什么？这鸟还怪有灵性的，我们回来，它也跟着飞回来了。安安静静的，也不吵闹。李姑娘，昨日后来怎么样了？当时你已昏迷，县尊大人命我先将你带回县衙。听说出事后，翟路先行下山了。我原先以为翟路只是在任上误信了贾政，此案罪魁乃是赵承熙。他不过是失察之罪。现在想，这杀人栽赃的背后，还有一丝隐情。翟路，沈修不过是个替我养鸟的奴才，是我杀了他又怎么样？既然来了，就别想活着出去。翟路当时就是知情者。我找到了。13年前，翟路正任花昌县县令。起来吧。所有案件细节，他最为清楚不过。他刻意隐瞒包庇，现如今还杀人灭口，他应该就是这一切的幕后推手。我们没有证据。想要知道翟路是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很简单。江县尉，你愿意陪我去个地方吗？好。
等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路边见到，随便买的。我原以为你是冷眼旁观之人，与这世道同流合污。可如今我才知道，你是个敢为之人，我敬你，也仰慕你。若命运宽容，我多想你不必如此伶仃。此香名为相思苦，能叫人陷入幻想，见到此生最快乐的场景，心驰神往，不会再有动手之力。你就这么让人姑娘走了？我瞧这姑娘不错，烈性仗义，找什么呢？书架要翻了。白云老人传，你什么时候对修道感兴趣了？你知道白云老人？白云老人那可是真神仙，你认得他？那若是他金口直断之时，能不能更改啊？真神仙说的话，你说能不能改？我得改个名字，尤其是言辞，不能要。陆大人，您现在是朝廷命官，上了官牒文书的，但凡脑袋在肩膀上顶着这名就改不了。你瞪我干什么呀？人姑娘救了你，你偏不理人家，这会儿人走了，你朝我发起疯来了，什么毛病？哎，怎么又不把话说完就走啊？大人怎么忽然对黄白之术感兴趣了？最近倒霉事情太多，去聚会去。对了，大人，你对翟路知道多少？罗浮庄那场大火来得蹊跷，当晚那支箭也很蹊跷。我怀疑翟路这件事情你不必同我多说，有什么需要可以去找江春。李福渊，我知道你身负冤屈，但这世上不只有你一个人有冤屈，你不能要求我专注在你一个人的一起旧案上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明白了，抱歉。你伤还好吗？还好，并未伤在要害。多谢舍命相救。大人太客气了，你也救过我，并未欠我什么。切骨之恨，您大约一生从未体会过，自然也不知我为何拼上性命都要争一个真相。切骨之恨，其实我也是有的。你的兄长也是为我开蒙的恩师。看为先。
我陷于什么？更未知，指的是什么？是我同他的缘分，还是他的性命？我若继续接近他，敢为谁为加油？想不到，我这辈子也会因鬼神之说而畏手畏脚，裹足不前。李福渊啊，李福渊，你真是我的克星。李姑娘，你还好吗？无妨。有人在跟着我们，我知道，不用理。用甩掉他们吗？走方室。你说的地方就是血兆居。他们去了血兆居。对。李福渊，你究竟藏了什么？让我瞧瞧，到底是不是你，翟路。翟路这杀人放火的勾当，未免做得太过高调。我们手上还有旧证和人证，他不过一个州府的追司，当真以为能为所欲为了？听闻梁大人要上任御剑司使，近日要回巡海宁，他素有梁青天之称。若有他来主持此案，相信胜算更大。我费了这么些功夫，便是在等他来。如今就看这翟路上不上钩，咬不咬饵了。你就是李福渊？你们是总领衙门的？我们奉命前来捉拿劫持范季礼、杀死赵承熙大官人的人犯。就是他，就是这个妖精。当年翟路在花昌县任县令时，便与范季礼多有往来。你是说？大人，快去救救我家姑娘！那个范季礼不知道怎么跑出来了，还带了总理衙门的人来抓姑娘，如今已经被一起抓回衙门了。干什么去？县尉大人，你是官审，只能将你暂时羁押于此。奉劝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，免得落下渎职的罪。大人受点委屈，我们一起去总理衙门探个虚实。三爷，请三爷出马。文书楼起火时，我知道您保存了旧案的卷宗。水来，快救火！案卷文书都在里边。可见您并非对一切视而不见，如今苦主就在眼前，却遭遇不测。若您不此时出手，那这冤案就永无昭雪之日了。下跪何人？民女李福渊，清河县人，久居花昌县血兆居。你身负3案，强掳范季礼，关押囚禁。由于日前烧杀赵承熙、商瑾夫妇，皆有人证，你抵赖不得。那这第3案是什么？
13年前，月华街大火，将5方19街尽数烧毁，而那火并不是平白无故升起来的，纵火的人就是你。翟路，你果然与整件事都脱不了关系。大人说什么？你既然矢口否认，那我们便一桩桩的来验看。带范季礼。海宁郡范季礼见过大人。范季礼，你且看清楚你身边的这个女子，她是什么人？同你状告之事有何干系？此人叫李福渊，自称画眉仙人。前日里，就是他将我诓骗至囚外，然后囚禁折磨。我这手指就是被这妖女砍断的。要不是大人英明，着人施救，我只怕是要死在里面了。等我出来之后，我才知道，这个妖女居然找了具尸首冒充于我。李福渊，你还有何话讲？大人，我与范员外并无交集，实在不必这样害人。你明明是恨透了我，非要害死我呀！此话怎讲？只因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清河来的术士李福渊，他便是10多年前华章县画眉鸟案杀人真凶李记的幺妹儿李媛儿。大人，这范员外议政愈发严重了，竟将我无故说成那我并不相识的人。我自有方法。大人，李媛儿身上当有一处标记，不仅能证明她的身份，还能牵扯出多年前的一桩大案。且细细说来。李琦问斩后，我念李家孤苦，便去探望，想帮衬补贴一些，却瞧见李府着了大火，有一个小女孩跌跌撞撞跑了出来，神色惶恐，手臂上还有一大块被我烧伤的红痕。你是说我便是当年那个小女孩？凭其相貌，自然无法认定。但是自从你绑了我，非逼我承认我害了李吉，你说你不是当年的李媛儿，还会是谁？你敢不敢当堂撩开你左边的衣袖，让我们看看你的手臂到底有没有烧伤的痕迹？就算有，也无法证明是当年大火所致。我如上月掌灯时不小心弄伤了手臂，也成了李媛儿了。那这海宁郡内，怕是有上百个李媛儿了。翟大人，师长不可能有如此巧合之事，请让他撩开衣袖，让我们看一看。你不敢，莫非是心虚了吗？来人，是。验。我能证明，他不是李媛儿。崔老，咱老儿陈州崔氏崔三见过翟大人。你说此女并非李媛儿，有何证据啊？当年月华街李家大火，我曾前去敛尸，当时后院便有2具尸首，经辨是李氏、李老夫妻2人，颌下有痕而口鼻无尘，应是起火前便自缢身亡。前面还有1具骸尸，因浓烟导致窒息而亡，和李媛儿年纪相仿。这包裹中便是当年那尸首身上的物事，请大人便看。崔老儿，你怎敢胡言乱语？她明明就是当初的李媛儿。范员外，你这话是何意啊？这可是我10几年前写下的验尸记录，上边还有公谢的印章。莫非我当年便和这妇人一起串通作假不成？够了！多谢这位崔爷替我说了句公道话。范员外，你神志恍惚，大约真将我当成了那个恶人。我并不怪你。你既坚持要看我的手臂，那便看吧。大人，民女还有嫌疑吗？你或许真的不是李媛儿，与画眉旧案也无关。但前日里罗浮山庄赵氏夫妇身亡一事，本官就在现场。
你绝技脱不了干系。哦，大人莫不是还有证据？待现场清理完毕，我自会找到证据。来人，将此女押下去，容后再审。押不得。陆大人，你不在花昌县好好当值，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翟大人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您将我有孕在身的妻子羁押在此，我就不能来看一看，讨个公道了吗？你胡说什么？夫人，婚书聘书皆在此处，请大人过目。呈上来。我二人3月前已于我夫人的家乡清河县成亲，如今她已有身孕月余，为修身养性，在雪照居休养。既是官眷，便不能押在宫县。况且我娘子有身孕，受不得奔波劳苦。翟大人若是不放心，便在这县衙附近寻一个住处，我与娘子暂歇。先说好，须得临水，得风景好，还得南北通透，最好在僻静些。放肆！不敢。翟大人如果觉得麻烦，也可以让我们先回花昌县去，待到有实证之日，再将我们召回来也不迟。还是说，翟大人您怕我们跑了不成？我谅你们也不敢。走吧，夫人。大人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